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证件。好。可想念你做的饭和菜了。馋我的饭了是吧？那呀，今天就把这些全吃光，也算是庆祝了。庆祝什么呀？你爸呀，今天跟我悄悄透露了，专案组的内奸抓到了，而且已经逮捕了。那我岂不是就可以回家住了？不可以，在庭审没有宣判之前，任何危险和意外都可能发生。你只有待在这儿，有人保护才最安全。唉，妈，你都不知道，我待在这儿一点点时间概念都没有。我每天去楼下散步，身后总是跟着2个小尾巴，跟犯人没什么两样。这一天天的时间过得好漫长啊，感觉一天过了好几天。不像我在美国的时候，恨不得1分钟掰成2半，嗖一下1天就过去，嗖2下1周就过去了。对了，舒澈今天往家里打了个电话。他怎么知道我们家电话呀？他从北大法学院那儿弄到的。他回来了。那他已经知道他家出事了。但是，他对你为什么离开好像一无所知。他说什么？他就一直在追问你为什么失踪失联。你怎么说呀？我能说什么呢？我就跟他讲，时间会告诉他一切的。以后，你会跟他解释的。啊，他还让我转告你一句话。什么？他说，不管因为什么，不管发生什么，他都会一直等着你。他还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我在他家的灾难里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他不知道再次见到我是在什么样的场合。晴，他早晚会明白。你不是有意欺骗的，你也不希望这样。多希望他什么都不知道，多希望时间可以停止，他永远都不知道就好了。
时间过得很慢，很慢，但它并没有随我的愿停下来，只是停下了我和舒澈妙莹的流血。我们3人待在抽丝拉线的时间里，等待着同一天的到来。你怎么来了？爸，青儿，我必须要和你谈一谈，这件事情事关重大。什么事儿啊？你坐那说。今天啊，城委的特别助理汪若楠又供述了一个我们之前不掌握的新情况，很有可能牵扯出新的犯罪事实。根据他的供述，城委曾经出资在美国注册了一家风投公司，向舒澈的田园科技投资了300万美金，之后又授意他在美国的伙伴公司把业务指定承包给舒澈的公司，并且支付了远远高于报价的费用，让舒澈赚取了巨额的利润。城委就是通过这种投资经商的方式乔装改扮，变相的行贿疏枉，把舒澈的公司变成了他们行贿受贿的资金周转平台。青儿，你曾经担任田园科技的法务，公司的合同都经由你手，公司的账目收支，你也不会一无所知。对这些情况，你了解吗？你全都知道，对吧？你明明知道我在侦办此案，明明知道检察院正在搜集汇总城委书望行贿受贿的犯罪证据，却对自己掌握的重大犯罪线索知情不报。你是怕舒澈牵扯进去，对吧？好啊，城委不说，书望不说，你和舒澈也不说。如果不是汪若楠立功心切，想把自己摘得更干净，那这么重大的一部分犯罪事实，这么新型的行贿受贿的手段，就被掩盖了。小青啊，你也是学法律的，也是未来的法律从业者，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也将会成为你的信条。对事实隐瞒不报，无异于是同流合污、助纣为虐呀！你别忙着上纲上线，凭什么亲人都得知道啊？他是法务又不是财务。既然是新型的行贿受贿，既然是用办公司投资经商的高明手段乔装改扮，在合同和账目上都找不到法律的漏洞，他们在桌面下的这些勾当和伎俩，青儿怎么会知道呢？我肯定他知道。青儿，事到如今，你不能再对我有丝毫隐瞒了。法律规定，每个知情的公民都必须履行作证的义务。你必须接受检察院和检察官的正式盘问，交代你在担任法务期间经手和了解的舒澈公司的合同和账目状况。你还真把闺女当犯罪嫌疑人审呐？于私
你也需要告诉我，你和舒澈的关系究竟到什么程度了？这一点至关重要，这决定了你在案件当中的身份和立场。因为如果证据确凿的话，舒澈即使不被追究法律责任，也事实上参与了犯罪，成为了舒旺索贿受贿链条当中的一环。你想要了解的真相，我都知道。正因为知道，我才可以100%的确定舒澈的行为丝毫不触犯法律。也正因为如此，我才心安理得的没有告诉你这一切。那么舒澈是不是接受了程伟300万美金的投资？是不是接受了伟业的伙伴公司的业务合同，并赚取了巨额的利润？风投注资和华龙 OA 系统升级这2个合约，都是我亲自过手的。那还不是触犯法律吗？没有，因为舒澈他把300万美金的风投和承包华龙业务的170万利润，分文不差的退回给了这2家公司。因为舒澈的拒绝，程伟变相行贿的企图没有实现。这些你都是可以去查的，在田园科技的账目上清清楚楚地印证了我说的这些事实。你是说，舒澈把那些钱全都退回去了？没有想到，对吗？谁都不会想到，就连和舒澈一起创业的小伙伴们，他们都无法理解他的退款行为，因为在大家眼里，这笔钱来得光明正大。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舒澈为了防止程伟利用他公司行贿的可能，他不顾全公司的反对，暂停了田园科技的所有业务，并且不惜停止千辛万苦研发出来的域名解析服务器的市场推广。你看看，多干净的孩子！请你们去调查团队的每一位成员，让他们告诉你，舒澈做了一件在别人眼里多么匪夷所思的事情，让安妮来告诉你们，她是多么的百思不得其解，但不得不执行舒澈的指令，将那2笔款项打回给风投和华龙的账户，使得田园科技的账户一夜之间清零，甚至负债，付不出员工的薪水。我陪着舒澈经历了这所有的一切，从开始他对父辈权商勾结的一无所知，到他对唾手可得的钱感到不安和受之有祸，再到最后他专程回国向他的父亲追问究竟。他所走的每一步路，我都清清楚楚地看在眼里。但这所有的一切，除了我之外，他没有任何人可以去倾诉。他没有办法阻止父辈之间的利益捆绑，他对他们之间的潜规则无能为力。但至少他做到了他曾经自己说过的一句话：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世界，但至少可以不被改变。很好，晴儿，你现在是舒旺受贿案最至关重要的证人。你不但要证明刘彩琪提供证据的合法性，同时还要证明程伟通过舒澈公司变相行贿。更重要的是，你要证明舒澈的清白。晴儿，你是这场国家诉讼的胜负手。这是田园科技过去2年银行的流水，每一项收入和支出都有清晰的显示，请你确认一下。
我确认没有问题。你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将300万美金退还风投，以及为什么退还170万给北美华龙吗？因为我怀疑这笔风投融资跟程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很有可能幕后出资的人就是他。虽然这一点我到现在只是猜测，也没有能够证明他的证据。至于华龙的业务，他们一点遮掩都没有，直接告诉我这是伟业送给我的大礼。从公司营业额账目来看，这些钱的来历没有问题。为什么你选择不要了呢？因为我清楚他们是什么，我只遵循我自己的内心。最后一个问题，这一切你父亲舒望知情吗？注册，我们问的是你爸知道这些事情吗？如果知道的话，他的态度是什么？他不知道。你确认？我确认。这是你和我们的谈话笔录，请你确认无误。如果没有篡改你的话，之后请在上面签名。现在你可以离开了。谢谢你配合我们调查。谢谢，谢谢。舒澈被检察院约谈了，他的陈述跟你的说法是一致的，这也跟我们对田园科技的账目以及公司员工的调查结果互为印证。除了一点。哪一点？舒澈说，舒望对这一切都不知情。他是想保护他爸，
尽可能为他减责。那舒澈现在还会被追究责任吗？虽然他退回了变相贿赂金，但是这一部分的事实仍然会被列入起诉书，作为程伟行贿未遂的证据。法院什么时候开庭？很快。晴儿，你作为公诉方的证人，你至少要出庭2次。2次？对。第一次呢，是当公诉方举证刘彩琪的证据的时候，你必须出庭，证明其真实性，证明他们是经由你的手，来自于已经死亡的刘彩琪本人。这我知道。那第2次呢？第2次出庭，你会被要求陈述在担任田园科技的法务期间，经手的合同和了解的账目情况。田园科技的情况，你们不都已经查得很清楚了吗？而且还有安妮和彭一他们的证人证言，为什么非得我上庭去作证呢？因为除了你，没有人能证明舒澈在说谎，说他爸不知情。你要我在法庭上当庭戳穿他？这一点将会影响到舒旺的最终量刑。爸，你让我把舒澈只对我一个人分享的秘密和隐私，把他对我的信任和依赖，把我们的爱情当作反击他的证词，当作制裁他爸爸的法律武器。你让我在法庭上怎么去面对他？你让我以后怎么去面对他？如果我按照你说的所有的都这么去做了，我跟他的一切就都毁了。请大家安静，全体起立。请审判长、审判员入厅就座。请坐下。燕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一厅对燕州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舒旺涉嫌受贿一案，现在予以公开审理。传被告人舒旺到庭。现在进行法庭调查，请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好，
被告人舒旺，在其担任燕州市副市长期间，于2011年至2014年，利用职务之便，接受伟业集团董事长程伟的请托，为其谋取利益。在伟业集团取得市政府地铁项目投标地铁车厢制造权的过程当中，非法收受程伟贿赂的财物、房产，共计折合人民币5624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85条、第386条之规定，应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你对起诉书中指控你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有无异议？没有。现在由辩控双方取证，请公诉人向法庭出示证据。公诉人向法庭出示第一组证据。公诉人向法庭出示第二组证据。公诉人向法庭出示第三组证据。现在法庭进入证人质证阶段，法庭传唤公诉方证人肖青出庭作证。证人要如实提供证言，有意作伪证或藏匿罪证的，要承担法律责任，清楚吗？清楚了。现在由公诉人向证人提问。肖青，你认识证人刘彩琪吗？认识，但我们只见过一面。证人刘彩琪提供的证据，成为起诉书中第一组指控被告人现金贿赂，第二组指控被告人收受房产贿赂的重大依据。作为程伟曾经的特别助理，以及舒旺的情人，他的多重身份确保了其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但是，非常不幸，他在2014年11月27日于美国家中意外身亡，无法到庭履行证人义务。为了证实刘彩琪所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公诉方请另外一位证人肖青到庭陈述，他本人如何在刘彩琪死亡前1小时被其约到家中，并向证人肖青交付了今天公诉方提交法庭的刘彩琪的全部证据。2014年11月27日下午3点，我按照约定来到美国旧金山富人区刘彩琪居住的别墅。请坐。硬盘里的电子文件我都有拷贝，纸质单据我也留了复印件，但是所有的原件都在这个文件袋里。离开刘彩琪家的第2天，
我在媒体报道上看到了他的死讯。随即，我被采取了保护措施，离开旧金山回国，直到今天出庭。我确认保证，刘彩琪死亡当天，亲手交给我的证据，完好无损地递交给司法机关。别动我东西！下面由被告辩护人向证人发问。我想请问证人肖青，你的身份只是旧金山某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的普通留学生，为什么是你到刘彩琪家获取他本应提交给司法机关的本案证据？为什么你有关系和渠道把这些证据传递给负责侦查本案的专案组检察官？因为我应检察官本人要求，替他前往刘彩琪家取证据。虽然在这之前，谁都没有告诉我那是什么。检察官为什么委托你代为前往？因为他当时来不了旧金山，但出于对证据的保护，他和刘彩琪达成一致，把证据交由我来暂时保管。专案组检察官为什么如此的信任你，把如此重要的事情托付给你？你跟他什么关系？检察官是我父亲。一起重大案件的取证，却是通过一对父女过家家一样的内部传递。这些证据的真实性，难道不应该被质疑吗？他是我爸。您是肖叔叔啊，舒澈，你好。肖叔叔啊，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呀？啊，政府机关，国家公务员。请证人退庭。
你爸他看上去还好，挺好的，跟过去差不多。下次庭审的时间宣布了吗？我要是身体好一点，我也去听听。你还是别去了。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养好身体，不要被任何事情影响。您放心，一切有我。好，妈听你的。你怎么样？都好吗？我挺好的，你放心吧啊。妈没事儿，妈没事儿。有一件事你可以肯定，就是萧晴从认识我们的第一天起，就隐瞒了他爸爸是反贪局的。从萧晴出现在法庭上那一刻开始，就解答了我之前所有的疑问。我现在就只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他：什么问题？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隐瞒我、欺骗我，帮助他爸来搜集指控我爸的证据？是不是在应聘法务的时候就已经居心叵测？说不定更早。早在他和你一开始认识的时候。哦，对了，他和我姐在飞机上认识的，热情援手，就是为了能和我姐搭上讪。终于，他抓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于是便以热情、阳光、心无城府的形象状态，被你们顺理成章接受了。之后，他又处心积虑，步步为营的接近你，接近我姐，最后扳倒了我姐，成为了你的新女友。这一切都是一个预先设计好的巨大阴谋，甚至有可能，他来斯坦德就是冲你们来的。他是他爸爸安插在你们旁边的一个奸细，一个卧底。你不去写小说真的可惜了。萧晴是什么样的人，我自己会判断。他不像是城府那么深，心里能藏得住那么多秘密的人。而且他对我们所有人隐瞒他爸的真实身份，是出于司法人员家属的一个自我保护，这个完全可以理解。那至于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配合他爸对我们两家展开调查的，我觉得也不会太早。舒澈，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他爸来了一趟旧金山之后，你就开始对萧晴捉摸不透了。会不会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啊？的确有可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他爸走了之后，他的行为就一直很反常。而且现在我还有一个预感，在开庭的时候，萧晴很有可能会出现，他会推翻我说我爸完全不知情的证词，因为他知道所有的秘密，
所有的事情将会成为他们父女俩用来指控我爸的澄清证词。还有这个可能性？不是，那如果他这样的话，也太过分了。还有更过分、更可怕的事儿。什么？今天在法庭上，你们也都听到了吧？公诉方和萧青说的是，在刘彩琪死之前1个小时，萧青去到刘彩琪家取了证据。你们还记得美国媒体是怎么报道刘彩琪死亡的事儿吗？当天就没有人去过刘彩琪家，排除谋杀的可能。哎，不是，萧青不是去过吗？就在刘彩琪死之前。所以这证明警察拿到的监控录像是假的。假的？那真的呢？真的，真的被拿走了，为了掩盖事实的真相。所以真相就是刘彩琪不是死于意外，而是死于谋杀。那被谁杀的呀？咱爸。只有萧青能够证明刘彩琪不是死于意外。青儿，明天早上8点，检察院接你出庭的车会在楼下等你。青儿，我不想强迫你做你自己不想做的事情。如果你决定拒绝出庭的话，我能理解。无论将来发生什么，就算你会一切，
上个洗手间。马上开始了。我很快回来。从来没有像我这样爱得到，还喜欢感激的人吧。程然的这一刀，换了他心里的痛，更解了我的困，终于让我逃离了漫长的纠结和窒息的痛苦，躲进没有痛感的黑洞，藏在可以不再被理智与情感撕扯的地方，长长的睡上一觉了。在我这个长长的觉里，
发生了很多事情。本院认为，被告人舒旺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程伟赠与的财物和房产。公诉机关指控舒旺受贿人民币5624万元的事实清楚，贪污人民币500万元，接受程伟请托，利用职务便利为相关单位和个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程伟赠与的财物和房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舒旺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滥用职权罪，情节特别严重。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予以采纳。被告人舒旺如实供述罪行，认罪悔罪，主动上交全部的赃款赃物，其家人代为抵交受贿所得赃款，可以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85条第1款、第386条、第61条、第57条第1款、第59条、第64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全体起立。被告人舒旺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0万元；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本院认为，被告人程伟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房产数额巨大，以不正当的手段谋取利益，获取政府的投标。燕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程伟犯有对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罪名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89条第1款、第67条第3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判决如下：全体起立。被告人程伟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就在燕州法院宣判程伟行贿罪名成立的同时，美国警方传来消息，刘彩琪生前雇佣的华裔保镖安迪，在美国南部的藏匿地点落网。加州警方展开对刘彩琪死亡真相的调查。程伟另外一桩指使杀人的罪行也难逃法网，必将受到严惩。他的后半生都将在监狱中度过，而此时他悔之晚矣。落定后的一个早上，舒车离开他家，从所有人的视线中消失了。
妈，儿子不孝，在您最需要支撑的时候，我自私的走了。很抱歉，面对发生的一切，我最终选择了逃避。请给我一些时间，说不清会是多久，让我重新建立起一些东西，比如相信，比如希望。妈，照顾好自己，还有我爸。儿子，撤了。他走得干干脆脆，一了百了，扔下了他的学业，他的事业，他的亲人，一次被利益，一次被正义，毁掉了2次的爱情。那年整个夏天，即使身体醒着，我都让自己的灵魂继续睡着长觉，因为在梦里，我就可以冲淡、疏远、逃避梦外面的那些惨烈，就感觉不到他走了那种锥心刺骨的疼痛。经伟业董事会审议，通过选举公司新任董事长议案表决结果：15位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由妙莹女士接任伟业集团董事长。大家欢迎。感谢各位前辈董事的厚爱。我知道，在这个时候成为伟业集团董事长，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承担着更大的压力和责任。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够众望所归，做一个拯救者，但我愿殚精竭虑，做一个学习者、从谏者。所以还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不吝训斥。同时，我也会与前任董事长的管理作风迥然不同。
在做出一些重大决策的时候，或许我会是一个改变者，一个颠覆者。所以提前请大家多多包容和海涵。我将返回美国，完成剩下的2年学业，所以不在任期间，我将指托委派公司副董事长傅成先生主持公司日常事务。元阳，伟业由你来掌舵了，我很放心。祝贺你。这有什么好祝贺的呀？你知道这不是我想要的。可你是我女儿，责无旁贷。爸爸，你后悔吗？后悔？我一直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怎么会没想过呢？真的没有。为什么？我们那个世界是这样的，如果你不遵循这个规则，你不会被抓，但你更会一事无成。但是女儿，你不一样，你一定要把我当作坚持之剑。凡是我坚持主张的，你一定要去反对，去背道而驰，要反其道而行之。因为你们一定会改变这个游戏规则，改变这个世界。回到美国，帮我办件事。您说？找到刘彩琪的墓，买束花，帮我去祭奠她。对她，我会用我的后半生去忏悔。小青，她还好吗？听说早就出院没事了。你那一刀扎的不深，更不是要害部位。你心里还喜欢他吧？恨他，怨他，又爱他。捅我那一刀之后，我就已经把他放下了。你说我1分钟都没有变好过，从一开始的伤婚，到代课、代考，然后被学校开除，离家出走，花天酒地，现在又到监狱里来了。不过才3年，出去以后，把之前所有的不好都归零，你的人生可以重新开始。更何况你还有我。我们的家和我们的店。我这种人渣，还值得你要吗？你不是人渣，你值得我要。真的傻的可以，你智商该充值了吧？我
我就傻到底了。怎么着吧？2015年暑假后的新学期，我结束休学，回到离开几个月的旧金山和斯坦德大学，继续法学院 JD 的学业。和莫妮卡的重逢，像是打开了我的某个开关，把我从长觉中唤醒。所有我以为已经模糊淡化的知觉，瞬间都回到了我的身上。我才知道，疼痛从未离开，它们永久的留在了我的身体里。Finished. Thank you. No. I can't. Okay, go. Okay, let's go. app 做完之后，到时候再拉一个天使投资。反正这方面的事情，我还没有想到这一步。对，然后想的是要不。
我其实一直有句话想跟你说，你千万不要为自己没有做错的事情感到抱歉和内疚。妙莹，不管你怎么恨我，我都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我们永远都会是朋友。Thank you. Please allow me, on behalf of an American company, Young, to express my sincere thanks and respect for Nin Ming, the inventor, guardian grandpa monitor. Thank you for trusting Young. Thank you for allowing us to manufacture and promote this loving and caring patented invention. On behalf of Young, I promise Nin Ming and Miao Ying that in 2 years we will equip thousands of elders in the nursing homes in America with the application that Nin Ming invented. Guardian Grandpa is a proud symbol of Ning Min and Young. Please welcome Ning Min. I'm grateful to Young and their teams for fulfilling my dreams. The idea of guarding Grandpa originated from a year ago when my grandpa had left home because of his Alzheimer. It's an invention of family bond. It's also an invention of love. I hope the loved ones can always stay together. Lastly, I want to say we also got grandmas. Please join us.恭喜恭喜恭喜！谢谢。哎，等等，这一杯他是不是应该多喝一点啊？我说你是哪头的呀？哎，你可是苦尽甘来了啊，多喝点是应该的，好了，可以了。好，来，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哦。啊？你们怎么都没喝呀？我们女生啊。可惜啊，要是程然和舒澈在就更好了。
不好意思啊，我可不想饮累，我自罚一杯。来，我们接着喝。这一杯，我们祝他们早点回来。来来来，让你们尝尝我爸从国内带来的极品好茶。红茶还是绿茶？这是红茶。红绿黑白齐全啊！你想喝什么，应有尽有。你喝，谢谢。你们喝着啊。香了哈。这喝了晚上会睡不着？不会啊。真的吗？怎么自己一个人在这儿啊？我需要一个人安静的确认一下。确认什么？来，确认我现在的生活是真的。不是梦。你为什么会觉得是梦啊？因为这一年的生活，简直就像是一个奇迹。即便是我每一天啊，都要一再确认，它是真的。但是对于我来说，它还是有一种梦幻感。你只用了1年的时间，就实现了4年的规划。你现在有能力让你爱的人幸福了，你可没有借口再让我抛弃你了。好。洋洋，你知道吗？就在1年前，我还认为成功对于我来说，简直就是遥不可及。就算我靠年的紧，赖得长，得到了你的爱情，但是我没有1分钟能够相信我自己有能力，能缩短我和你之间的差距。可是你做到了呀。因为我从来没相信过自己一定会成功，所以我也没有追求过自己会成功。一直努力在追的只是爱，追着追着，成功它自己就来了。那我要采访一下青年才俊林先生，请问您的成功秘籍是什么呢？因为你，因为爱。这个鸡汤我给10分。你现在有了300万美金，打算怎么花它呀？我
我打算拿这300万美金全部投资舒澈的田园科技，重启域名解析服务器的市场推广和持续研发。我不是你们的投资人，我只是舒澈的朋友，希望能继续做他想做的事情，让咱们中国人也用上自己的域名解析服务器，以后不再受制于人。你们也都知道了，田园科技是舒澈被迫才暂停的。他从来没有想过抛弃这个团队，只是更忠实于自己的价值观吧。所以，现在就算他不在这儿，那就让我们继续帮他完成他没有完成的事业。让我们等他回来吧。小青啊，我托海关的朋友查了舒澈的出入境记录了。有吗？你别说，还真有。他果真是去了国外，不在国内。他去了哪个国家？庭审结束以后啊，他就一路游历了很多的国家，最后一站到了柬埔寨。柬埔寨？对呀，之后啊，他有过一次返回北京的入境记录，然后呢，去柬埔寨领事馆申请了工作签证，就又返回了柬埔寨了。工作签证？他在柬埔寨做什么呢？我呀也托朋友问了金边的中国大使馆，那边只是告诉我确认了舒澈2次入境柬埔寨，然后就没有离开。至于他在哪儿，他们也没办法找到他。怎么才能找到他呢？那边的朋友答应我帮着继续找，一有消息他们就会通知我的。至少知道了他的下落。2017年夏天，我从斯坦德大学法学院，廖莹从商学院，宁宁从弗朗西斯科大学网络工程学院，同一年毕业，取得硕士学历。我们的留学生活结束了。留下还是回去，成了我们每个人必须面对的选择。The Silicon Valley giant tech companies like Facebook, Google, and Apple usually contact me around this time of year and ask for my recommendation of outstanding graduates. If you decide to stay, they can promise to get you an H-1B by May of next year. Getting into one of these giant internet tech companies means that you'll be in the middle class. You'll be earning up to $80,000 a year. You'll be part of the American mainstream. Not only that, these internet tech companies have very stable growth. You'd have a stable income and a safe, shadowless life path ahead of you. Why are you still hesitating, Ming? I know. If I choose to stay, it means I can get into the safe box and live a worldless life. Ever after with safety and stability. I know what your family's like, and I know your personal life experience quite well. What you have here is a small miracle that you've achieved with your dedication and using your intelligence.
It's a dream that you come from a working family that couldn't even afford to study abroad. It's a dream that's only achievable in America. If you go back to China, will you have a stable income in a safe and free market? Please reconsider carefully. You're giving up your dream of becoming an American attorney and an official post at MTA so that you can join a 6-month internship at the United Nations in which you have to pay for your own round-trip ticket and your own accommodations. All so that you can look for somebody in Cambodia. I just really don't understand. Are you sure that you want to do this? Well, I hope you find him. Thank you.艾瑞克教授是真心设身处地的为你着想，你应该留在这里。美国是一个鼓励自我奋斗的国家，你凭借自我奋斗赢得那么好的就业机会，将来可以依托硅谷的产业和地域优势，把田园科技发展壮大。无论对你个人还是公司和团队留在美国，都意味着优越、稳定和发展，特别是稳定。你不是一直希望爸爸妈妈的生活质量有所提高吗？这对他们老年生活也有保障，这就是你一直所追求的呀。可我想和你在一起。可是我们事业不在一起，人生道路就未必能合到一处去。况且我回国是出国留学前就定好了的，现在加上我爸又出了事儿，这1年多，伟业被处罚，地铁车厢项目中标全被剥夺，股票一落千丈，还拖欠了巨额的银行贷款。现在公司经营停滞，银行催贷，薪资拖欠，种种雪上加霜。我回去将面临的是一个烂摊子，一个岌岌可危、摇摇欲坠的公司。我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能力让他起死回生。所以我更要在这个时候陪在你身边。那你现在的事业，你的生活，你辛辛苦苦奋斗来之不易的一切，你能说不要就不要了吗？你跟我回国，国内的行业竞争激烈，事业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而且你发展科技公司又失去了依托硅谷的优势，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明智之选。而且两个人在一起，如果不能两个人一起都好，反而因为我的不好拖累了你，我们厮守捆绑在一起，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回真的要走了？这回一走，应该就不回来了吧？老千，往里看。其实，我心里一直有一个秘密，我不敢让你知道，因为我怕我告诉你了就把你吓跑了。你经常跟我说，让我去找一个能让我幸福、让我快乐的人。我一直不敢告诉你，这个人其实我已经找到了，他就在我身边，我能够守着他，能够看见他，我就是快乐的。我怕如果我让你知道这个人就是你，我就会把你吓跑。没想到我忍了这么久，可是你最后还是要走。妙言，让我跟你一起走吧。过去你是我的一切，未来你仍然是我的一切。只要有你在的地方，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嫁给我吧。对不起，我不能接受。为什么？你是为了拯救我，才做出要跟我一起回去的决定吧？你用不着自我牺牲，搞得这么悲壮。你牺牲了自己的前途，对我即将要回去面对的一切毫无帮助，没有任何意义。你是怕你拖累我，才故意要推开我，是吧？你相信我，这个时候你需要我，妙言。我现在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
别管我们了，你走吧。别哭，别哭，别哭！一路平安。你也是，一路平安。回国之后要好好照顾自己啊。到柬埔寨要好好照顾自己。你干嘛呀？太巧了，我们坐同一班飞机回国。你怎么那么死皮赖脸呀？我的爱情全靠你，我的成功全靠懒。杨洋，我终于想明白一件事儿，不是你需要我，而是我需要你。我在这里，一直在这里，在这里等你，和你数天上的星星，来不及。
这表情就知道一定有消息了。是这样的，我有个师哥啊，也在柬埔寨工作，他就职的优联地产是中国在境外最大的房产投资公司，他们公司可不得了，在国公省开发了一个“一带一路”的大项目。他告诉我，2年前有一个叫舒澈的中国人到了波动沙果国家公园。这个舒澈吧，还真是个怪人，来柬埔寨2年了，他的身份呐、背景啊、职业啊，从来没跟人提起过，一直跟当地渔民一起生活在雨林深处，帮助当地人改善生活条件和普及教育。去年，优联地产捐建了一所学校，那就是舒澈促成的。也正是因为有这次合作，才知道舒澈原来是斯坦德商学院毕业的名校精英，优联地产花高薪想聘请他加入，舒澈坚持不去，宁愿在渔民子弟小学给人当老师。那你有没有他的联络方式，或者他住的地址？这个真没有，他不用手机，没法联系啊。住址，优联的人也不太能确定。我们确实没有舒澈的任何联系方式，他没有留给我们。他像是不想被人找到。他是这样的。师哥，总有什么办法吧？我们该去哪儿找他？去当地渔村看看吧，兴许能找到一些线索。或者去我们捐助的学校，他有时候会去那上课。那我们走吧。好，谢谢你们提供的信息。不客气。抱歉，我们知道的也有限，帮不了你。已经很宝贵了。走吧。哎，你们要去雨林吗？对啊。我对当地比较熟悉，我会些简语，我带你去吧。那太好了。那就麻烦你了。没事，走。这一片全是你们优联地产的。对，这一片两岸都是。តាក្មួយស្រីធ្លាប់ជួបគាត់ទេបងស្រីធ្លាប់ជួបគាត់ទេចុះបងប្រុសធ្លាប់ជួបគាត់ទេពួកយើងមានការងារសំខាន់ចង់ជួបគាត់តើអ្នកទាំងអស់គ្នាធ្លាប់ស្គាល់គាត់ទេតាក្មួយធ្លាប់ជួបគាត់ទេបងស្រីសាកមើលច្បាស់មើលធ្លាប់ជួបគាត់ទេតើបងស្រីធ្លាប់ជួបគាត់ទេបងស្រីធ្លាប់ជួបគាត់ទេបាទអរគុណច្រើន怎么样？他们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舒澈在哪里。
想明白了。明白什么？当地人一问三不知，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而是舒澈不希望自己被任何人找到，尤其是被中国人找到。所以全村的人就成了他的包庇者。我就说嘛，他在当地是名人，不可能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费了这么大劲儿，就差最后这一步，怎么办呢？需要重新找新的突破口了。เราประบวนสกอร์ชื่อเธอเต้ตั้งแต่ก่อนในหนาเต้ไอ้น้องพูดแต่จูบกอดมันเต้น้องพูดจูบชื่อเชื่อสักลาดเอาชันนี้เอาผัวanhน้องพูดเราเคยกอดสักลาตัวนี้เอาผัวanhឲ្យពួកឯងទាំងអស់យកទៅយកទៅ但能弄到耶，你说什么？他带我们去找。给他们，给他们。来吧，来吧。就那个，很快。好好。
彻底怀疑一切，都不要怀疑。我爱你。不管将来发生什么，就算你怀疑一切，都不要怀疑。我爱你。陈然还有半年出狱，玉凯的买手店也上了轨道，正在筹划选址，准备开第2家。廖莹主持伟业，度过了最艰难的阶段。倪明和他回国后，建起了销售网络和自己的推广团队。你的域名解析服务器，每月以惊人的销售业绩在扩张。华南和华东的市场份额已经和进口服务器分庭抗礼，打败他们，垄断全国市场指日可待。倪明在准备公司上市，你的天元科技仍然给你保留着40%以上的原始股份额。
你还打算在这里待多久？田园始终是你的田园，你既然有勇气将它荒芜，你就应该有勇气将它重建。我习惯了这儿的宁静，不知道还能不能适应大城市的喧嚣。此后几个月，只要挤出几天假期，我就从金边出发，前往西海岸的雨林，去看书车。这个半年一晃而过，结束了180天的联合国实习生工作之后，我最后一次飞向书车。而这一次是我最后的机会。明天我就要回去了。你跟我回去吗？
Miss, this time is go toilet of the please. Okay, thank you. 上去吧。嘿。一路平安。告别之爱与恨的边际，问你为何会在意，直到现在还惦记，归去你还在我依赖，身分开，心回来，记得这
来，我们明白，这就是爱，这就是爱。咋了？我又错了？我今天想了一整天，确认了一件事儿。啊？你居然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一爱字儿。啊？要说嘛，这会不会太肤浅？要说，必须说。而且我要你今天把所有欠我的爱字一次性给我说完。说不说嘛？说不说？说不说？都这么大人了，你怎么还闹呢？行，都要现在说。听话，晚。不行，现在立刻马上。你说你就不能让我用一生诠释我们的爱吗？不行，就要现在说。面试就要开始了，这是所有应聘者的简历。谢谢。不好意思啊，和客户见面晚了半小时，久等了。啊，没关系。
好了，那么我们现在开始。你在美国一共留学几年？8年。你有斯坦德商学院硕士学位，又有一份未完成的法学院硕士学位，为什么还回过来求职一份律所实习生的职位？因为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我当初心里要是有你说的那个怕，就不会在这儿了。好了，你终于如愿了。以后我再也给不了你任何庇护和扶持了，一切只能靠你自己了。我想让您知道，无论您给我的是荣是辱，是锦衣玉食，还是粗茶淡饭，我都能凭借自己有一个成功的人生。